大家好，我是强哥。前几天呢，哈佛大学2025年的毕业典礼上，有一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他的发言呢引起了我的关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一段视频 But today, that promise of a connected world is giving way to division, fear, and conflict. We're starting to believe those who think differently, vote differently, or pray differently, whether they are across the ocean or sitting right next to us, are not just wrong. We mistakenly see them as evil. But it doesn't have to be this way. What I've gained most from Harvard isn't just calculus or regression analysis. It's to sit with discomfort. Listen deeply and stay soft in hard times. Because if we still believe in a shared future, let us not forget those who we label as enemies, they too are human. In seeing their humanity, we find our own. 他叫姜育荣，是来自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那么这一次呢，他是作为学生代表在2025年的毕业典礼上发言。我看完他的演讲啊，说实话挺感动的，因为他说的非常的有力量。他说，在哈佛他学到的最重要的不仅仅是微积分，还有回归分析这些课本上的知识，更是学会在不适的时候能够坐下来去深入的倾听，在艰难的时候能够保持一些柔软。他还有一句话也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那些我们曾经标记为敌人的人，他们其实也是人。我们在看见他们的人性时，也重新认识了我们自己的人性。就这样一场鼓励包容和理解的演讲，最近在互联网上引起了不少的争议。有人说他是在灌输所谓的意识形态，还有人呢开始挖他的家庭背景，说他父亲在什么基金会工作，甚至有人开始对他进行人身攻击。今天我想就这两点谈一谈强哥自己的看法。我先说这场演讲的背景。那大家都知道，今年的哈佛毕业典礼可不是一场普通的典礼。你看，特朗普最近又在搞事儿，点名要吊销哈佛的国际学生这个国际学者的签证，整个哈佛可以说是被推上了风口浪尖。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节骨眼上，讲多样性，讲理解，难道不正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吗？我看了一些社交媒体上的评论，说句公道话，很多人对姜育荣的攻击真的是很不客观。大家要知道，能够在哈佛的毕业典礼上当学生代表演讲，那不是随便一个人都能够上去的，背后要经过筛选，要有一定的影响力，要有成绩，对吧？我们简单一句话就说，你在学校得表现优异。强哥2017年的时候呢，曾在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学院访学。说句实在话我们访问学者的门槛要求是低很多的，只要有教授愿意收留你那你的语言的沟通能力基本上够用就能来，甚至都不需要交托福的成绩。我当时呢刚去的时候还挺想去蹭几门课的因为毕竟在哈佛上学一年要交这个7、8万美金，那些本科生跟那些这个肯尼迪学院的学生是吧？所以我当时还给几位教授写信说能不能去旁听你们的课，但也有教授给我回复了他说欢迎你来，你可以来听，但是呢你得像正式的学生一样要做课前的阅读，要写作业，当然你不用交论文。结果呢，其实我坚持了几天就扛不住了，因为阅读量非常非常的大，经常上一门课的时候你要提前阅读一本书所以我的英文的阅读的能力和速度其实根本跟不上。我能够去做访问学者呢，是因为我在 LGBT 领域里面做了一些务实的工作，那领导力吧也算是被认可完全不是靠学术能力。那我自己呢有2位很好的朋友，因为在 LGBT 领域里面展现出的领导力呢，他们都拿到了肯尼迪学院的全额奖学金去读 MPA。 我想说的是像哈佛和耶鲁这样的学校，他们确实是很看重成绩，但是更看重的是你这个人能不能为这个社会带来影响，有没有你领导能力，有没有责任感，你关不关心当地的社区，你对他人的这个命运有没有
这个很关注啊，这跟我们国内的那种单一的靠分数线的这种思维还是很不一样的。那么过去的几年里面，我也为一些我们机构的志愿者啊、实习生啊写过推荐信啊，帮他们去申请国外的学校。有一些孩子呢，虽然成绩不一定是最顶尖的，但是他们在社会议题上的这种非常的有担当啊，而且很关注其他人的这个命运呢，反而成为了他们的加分项。我们再说回姜育荣这个演讲啊，有些人呢去扒他的家庭背景，说他的父亲在一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工作啊，他爸在那儿工作呀，跟他能不能在哈佛当学生代表发言其实没有任何的直接关系，对吧？因为他的学业是他爸给他做的吗？如果他没有真才实学的话，哈佛会选他站上毕业典礼的演讲台去做这个演讲吗？在哈佛大学，真正的官二代和富二代比比皆是，谁的家庭背景不硬呢？所以肯尼迪学院你如果去上课的话，经常会在班上遇到一些同学，什么来自非洲的酋长家庭，或者是王室的继承人啥的啊，但是他们有机会或者说有能力代表学生去做毕业发言吗？姜育荣能够站上去，更多靠的是他自己的努力和影响力，所以要承认这一点真的很难吗？我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啊，就是挺让人心寒的。怎么说呢？有一些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一点光芒之后啊，网上就会有人跳出来各种攻击。有些人说到底啊，就是骨子里面看不起自己。我最近给他们起了一个新的词，叫什么？内化的恐华症。就像我们 LGBT 群体当中有一个词叫内化的恐同症一样，一些华人对同胞的成就非但不感到骄傲，反而恨不得要去踩上一脚。我觉得这种心理才是真正的问题。姜育荣的这个发言放在今天这个越来越撕裂的时代，显得格外的重要。美国现在对多样性啊、公平包容啊，就我们讲的 DEI 也是各种各样的攻击了。而我们这边呢，最近我的公众号被删了8篇文章，连关于同性恋的科普的文章都删了，连最基础的知识传播都被屏蔽掉了。所以在这样的氛围里面，我们还敢说讲多样性是意识形态吗？我觉得恰恰相反，如果你连一个同性恋的故事都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听完的话，你怎么去理解对方？你又怎么去谈论人性、谈共情？你说出来的任何的评判，都是你自己狭隘思想的投射而已。所以，我就想用一句很直白的话说哈，对同性恋社群的打压也好，或者对同性恋生存空间的挤压也好，本质上也是一种对多样性的打压。你不让这些人说话，不让大家去表达他们的身份，不让我们这些人去分享自己的生活经验，你其实就是在告诉整个社会，有些人不配被看见。这不是中立，这是歧视的另一种形式。所以很多人觉得多样性是西方的意识形态，其实在我看来，所谓的多样性说到底就是承认人与人之间的不同，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得有尊严，让更多人不同的人的声音能够被听见。而姜育荣在哈佛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啊，他不是说有多么高深，不管这个世界多么撕裂，怎么对立，我们都得学会坐下来听一听别人是怎么说的，理解跟我们不一样的那些人，因为只有理解才能够真正的解决各种问题。好了，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欢迎大家在留言区里分享你的观点，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